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5季第1集。今天的早餐很不一样，谷物里加入了新的棉花糖。新小妹挥舞着勺子就要享用美食，没想到却被告知这份美味是给小新的，并不是辛巴偏心，而是里面暗藏了很多药片。为了让小新吃下这些，辛巴也是煞费苦心。这时辛巴走了出来，他今天要去参加合工大会。辛巴照例问了一句：“行李收拾好了吗？”辛巴十分自信，因为他很久都没有打开过箱子了。事实确实如此，不然里面也不会全是度假的东西。出发的时候，辛巴很是不舍，要远离家人整整1个周末。像他这么顾家的人，怎么能忍受不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啊？他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上了车，然后用脚开了一瓶香槟。想家都是假的，和兄弟在一起才是最快乐的。作为核电厂的员工，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核工展，因为在这里可以将工作与酗酒完美的结合起来，而且还可以掠夺免费纪念品。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迅速将展厅洗劫一空，就连说明书辛巴都没有放过。当然，他们也没有嚣张多久就被扔了出去。接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酒会，作为2个单身汉，莱尼和卡尔自然想来场艳遇。就在他们已经物色好2位美女时，一个人的出现打断了3人的交谈。这位脖子上带彩色链条的仁兄是他们老相识了，还曾经在辛巴的床上放了一只死羊。不过这确实不能怪链条兄，因为是辛巴翻身压死的。链条兄是个喜欢搞恶作剧的，这次的酒会他也准备了惊喜，那就是将酒灌进饮料瓶里给自己的朋友喝。果不其然，那人没有丝毫怀疑就喝了，然后在酒会上大出洋相。眼前的闹剧让辛巴哈哈大笑，不过他还是抑制住了喜悦的心情，给妻子发了一句今晚真安静，去睡觉了的短信。时间来到了3天后，按理说这应该是他们回家的日子，然而当看到辛妈带孩子来接机的时候，莱尼和卡尔才发现辛巴不见了。很显然他们俩也不知道人去哪里了。辛巴失踪，辛妈的2位姐姐是最高兴的，还有心情调侃他可能被当做了一头死象。这时警长来到了家里，不过他来与否也没有什么作用，因为对他来说报警电话和骚扰电话没什么区别。当然还有另一个不需要他的原因，那就是辛巴已经回来了，完完整整的出现在了家中。他说自己是睡过了头又丢了手机才误了航班，再加上机场的投币电话换成了自助酸奶机，所以就没有给家里打电话。这么一看确实没有什么异常，辛巴很高兴一切回归正轨了。也许并没有，因为在辛巴的记忆中，他被人拖着上了车，经过了各种折磨后还推着什么进了核电厂。在蘑菇云之后，山坡上多了2个坟墓，小新和小胖子，但他并没有将那些画面告诉妻子，而是重复了一遍。是啊，回归正轨了。晚饭的时候，辛妈带着大家祈祷，感谢上帝将辛巴完好无缺的送了回来。辛小妹自然是很想念爸爸，说没有他的晚安吻都睡不着。小新则是一如既往的皮，诉说自己当顶梁柱的苦楚，还说最痛苦的就是穿不了辛巴那加大号的小裤裤。嘲讽完辛巴之后，他下意识的闭上了眼睛，然而辛巴并没有掐住他的脖子，还说这样的小打小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辛妈很赞同丈夫的话，然后端出了连骨猪排。按理说辛巴应该是第一时间就冲上去，不料他愣了半天之后，竟说自己不吃猪排了，只吃脆杏仁拌四季豆。看着这样的爸爸，辛小妹觉得有些可怕，小新倒觉得妹妹是少见多怪，毕竟就连坐过山车她都能抱着书本看。不过辛巴确实很不对劲儿，他竟然在腿上放餐巾纸。老谋子给辛巴倒了杯啤酒，庆祝他平安归来。看着这杯此生最爱，辛巴脑海中浮现出戴耳机时的样子，然后就像看到了什么洪水猛兽。他没有喝下啤酒，而是让老谋子倒了一杯水。回到家后，辛巴看到性感的妻子正在等待着自己，几天不见，他们确实应该好好培养一下感情。好在虽然他有其他的怪异举动，但对于妻子的爱还是始终如一的。丈夫成为了一个滴酒不沾的好男人，辛妈自然是十分高兴的。但辛小妹却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味道，她觉得辛巴一定在那趟旅途中出了什么事儿。正想着，就骑车来到了快易买超市，恰逢警长正在审问阿普。阿普很不高兴，每次镇上提恐怖分子，警长总要来他这里走一遭。但警长否认了自己的种族歧视，说他只对事不对人。其实呢，他每次盘问的都是有色人种。辛小妹很好奇，就问他关于恐怖威胁的具体情况。这次还真不是警长小题大做，他确实接到了一通非常重要的电话。对方首先确认了线路的安全，然后告诉他有人被洗脑了，还说那个人是为恐怖分子做事的。说来也巧，刚听到恐怖分子的事，一回到家，辛小妹就看到爸爸跪在垫子上祷告，而且祷告的方向对着中东。接着他又看到辛爸展开了核电厂的蓝图，他用红笔画了个叉。知道了爸爸的目标，辛小妹震惊不已，一个不注意就撞到了后面的箱子。为了隐藏自己，辛小妹只好学起了猫叫。好在辛爸的智商倒是没怎么变化，竟真的让他蒙混了过去。成功逃脱之后，辛小妹找到了妈妈，想要将爸爸的惊天秘密告诉他。然而辛妈完全沉浸在了辛爸的改变中，觉得他终于变成了自己心目中的好男人，所以他根本听不进去女儿到底说了什么。
么，家里人都靠不住，辛小妹只好请外援。趁着夜深人静，她打电话到了 FBI， 说自己觉得亲人是恐怖分子，还问对方是否认为自己疯了。别人不清楚，但这位女探员肯定不会这么觉得，因为她可以凭空想象出很多人，还吃着抗抑郁的药。确认了地址之后，他们就挂断了电话，然后辛小妹就听见了爸爸的声音，这着实把小姑娘吓得不轻。辛爸安慰她，等到一切结束，自己会想念她。得知爸爸说的是谈话结束，辛小妹松了一口气，然后他又说我们只能在另一边相见，又吓了辛小妹一跳。辛爸回道，在房子那头有壁炉那边，我们都在烤棉花糖。这位探员来得很快，他首先到的是小新的卧室，之后才来到了辛爸辛妈的房间。很巧的是，辛爸此时并没有睡着，就像在等他一样。无论他如何挑衅，辛爸都无动于衷。最后他只得威胁他说，如果不说实话，自己就赖在这里了。辛爸看了一眼熟睡的妻子，有些无奈地告诉探员，自己明天要准时上班，还说若是探员了解他，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听起来有多么的诡异。第二天乌云密布，整片大地都被黑暗笼罩，可能是上天都知道会有大事发生吧。辛爸推着东西进去的时候，受到了保安的盘问，可能是出于对老员工的信任，就算是知道他手里的东西可疑，还是把他放了进去。不过没关系，因为 FBI 的人已经在外守着了。辛爸一路畅通无阻，走到了核电厂运行中心，他拿了一只尖嘴鱼，人脸识别成功了。将带来的机器连接好后，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出现在了他面前。辛爸拿起棍子打掉了他的衣服，才发现里面的人是自己的女儿。辛小妹一出来就开始劝辛爸别做傻事儿，虽然不知道他在旅途中受了什么刺激，但无论如何都不该炸飞所有的所爱之人。辛爸笑了笑，说自己并没有打算炸工厂，只是在阻止他继续污染地球。辛小妹对他的说辞有些怀疑，就问是不是他的头目让他对自己这么说的。果不其然，辛爸的头目确实知道辛小妹，而且无时无刻都在他耳边念叨着他。当时他错过了飞机，所以上了一辆客车，车里全都是些热衷环保的人。他们告诉了他一些令人震惊的事：猪在被做成猪排的时候一点都不开心，还对他进行了戒酒治疗。具体的方法就是将他绑在座位上，听一首永不完结的歌曲。这么一看，辛爸确实和恐怖分子没关系，但辛小妹不死心，说看见他在对着卖家祈祷，然而这也是他的错觉。辛爸说自己从不会对哪座城市祈祷，只是跪在了他们给的誓词地毯上，上面写着：每一次你想要喝酒，请先想想你的肝，想想你的家人，想想你还能活多久。他嘴里念叨的是地毯好硬。还有最重要的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辛爸带来的机器。辛爸说自己工作的这家工厂正在污染水源和空气，所以他在罐子里装上了变质的牛奶和难以下咽的鸡肉，他要将这个和空调系统连接在一起，这样整个工厂就会永远散发臭味。这么一来，没人可以再操作，但也没人会受伤。父女俩的谈话刚刚结束， FBI 和警察就闯了进来，他们很快就控制住了辛爸。然而此时的辛小妹已经认同了爸爸的做法，所以她最后按下了那个开关，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流进了空调系统。虽然历经了千辛万苦，但他们的计划还是失败了，因为整座核电厂一个能用的空调都没有。不过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核电厂还是被关闭了，秃头也被逮捕了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他们父女俩也算是成功了，任务圆满完成。辛小妹想劝说爸爸继续当个滴酒不沾的素食主义者，然而天空飘来的啤酒粉碎了他的美好愿景。老谋子可不会让这位忠实的顾客流失。本集恶搞了美国电视剧《国土安全》，该剧由以色列电视剧《战俘》改编，讲述了中情局女特工卡莉在充满阴谋的反恐中冒险的故事。动漫撇去了那些惊心动魄的桥段，反而在不断反转中构成了啼笑皆非的结局。明明是为了环保，形式却像恐怖分子一样，或许这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讽刺吧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